P90大家都不陌生，如果只看外形，這很像屬於未來的科幻武器。它沒有傳統步槍那根修長外露的槍管，沒有向下凸起的笨重彈匣，在它身上你幾乎找不到任何屬於傳統槍械的任何特徵。但它從第一批出廠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不僅在多國特戰隊員手中大放異彩，甚至被列為總統安防必不可少的武器。問題是，在講究實用與保守的軍工領域，一把現實中的致命武器為什麼會長成這副離經叛道的樣子？要知道，在兵器裡從來不存在為了酷而設計的外觀。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P90 為什麼如此怪異，為什麼它的子彈橫向裝填後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轉換卻從未卡彈呢？只要稍微看一眼 P90， 你就會發現這把槍的外形不像是常規輕兵器。傳統槍械的發展通常都有一條很死板的邏輯，想要打得準就把槍管拉長，想要火力猛就換大口径，想要轻量化就把木头槍托換成塑膠。但不管怎麼瞎折騰，一把槍長得就像一把槍，外形沒什麼大的變动。可是 P90 呢，它長得就像是外星道具，将近方形的槍身，極短的槍口，為什麼要造出一把長得這麼瞎巴的武器呢？這其實要怪當年北約高層開出的一個奧客的需求。1980年代末，在當時北約軍方的推演中，一旦第3次世界大戰開打，蘇聯絕對不會只待在前線，他們那些精銳特種部隊和散兵肯定會大量投入，直接空降到北約防線的後方。而這些蘇聯特種兵的首要目標不會是前線的戰鬥步兵，而是那些在後方的非一線戰鬥人員，比如炮兵、通訊兵、指揮官等。這時候問題就來了，這些後勤士兵的火力配置和前線人員的沒什麼两樣，但是戰場環境卻是天差地別。前線上士兵多在開闊地帶，配發的 FAL 或是 M16 突擊步槍，將近1公尺長的槍身並不影響什麼。但在後方，你想想看，讓一個駕駛員端着這麼長的一把步槍坐在擁擠的裝甲車裡，或是坐在後方指揮所裡的拐角，在狹隘空間中根本轉不開身。如果突然遭遇伏擊，等把長長的槍管從狹窄的空間伸出去，早就被敵人的子彈打成蜂窩了。有的觀眾會說，不是還有短小精悍的9公里冲锋槍 MP5 嗎？有是有，但在冷戰背景下，蘇聯散兵身上穿的是帶有鈦合金插板的重型防彈衣，拿9公里的手槍彈去打鈦合金防彈衣，除了聽個響，根本造不成實質傷害。於是北約提出了一個需求，我們要一款全新的個人防衛武器，這個武器必須要在200公尺內能打穿敵人的重型防彈衣，同時它的體積必須極度緊湊，士兵可以全天候的把它掛在胸口，進出裝甲車艙門，操作精密通讯儀器時完全不會感到碍事。面對這種要求，比利時艾芬公司的設計師們沒有選擇拿現成的步槍來鋸短，而是徹底放飛自我，以在狹窄的空間中作戰為最高目標，重新拼圖。所以 P90 就誕生了。首先，他們採用了獨牛式設計，把槍機和击發結構通通塞到扳机後方的槍托裡。這樣一來，不僅保住了槍管的長度，還能把整把槍死死壓制在短短的50公分左右。但光是短還不夠，如果我們仔細觀察 P90 的側面，就會發現它居然沒有任何向外突出的零件，沒有傳統槍械那樣的獨立握把，沒有可以折疊的槍托，甚至沒有向下延伸的彈匣。整把槍的邊緣被設計得無比圓滑，拿在手裡就像一塊肥皂。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因為實戰中的狹窄車廂裡，任何凸起的零件都可能勾到安全帶、無線電線材或是艙門邊緣。在生死一瞬間，槍械一旦被勾住拔不出來，下場就是減員。而且為了讓士兵在車內順暢開火， P90 做到了真正的左右開弓，拉柄左右都有，快慢機就在扳机正下方，食指一拨就能切换。更绝的是它的抛壳口，直接開在握把底部的正下方，滾燙的彈殼射擊後會直接垂直脫落，排除在了密閉車廂內開槍，側面飛出的彈殼把副駕駛弟兄的臉給燙出個水泡的尷尬事件。所以說 P90 科幻的長相完全是被極端的戰術需求給逼出來的。不過為了維持這種絕對光滑、沒有向下突出物的緊湊外形，艾芬的設計師不得不把那個裝了50發子彈的彈匣移到了槍身的上方，而且讓它完全平貼着槍管。可是彈匣平躺在上面，子彈也是橫着放的，那子彈要怎麼打進垂直的槍膛裡呢？如果說 P90 這把槍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的供彈系統。傳統的槍械比如 AK 或 M16， 彈匣是直插或者帶點弧度插在下面的，子彈跟槍管的方向是平行的，槍機只要前後往返，就能順理成章地把最上面那一发子彈推入槍膛。這是一種直接、單純且可靠的運作。
但 P90 那個平躺在槍身上方的彈匣裡面的子彈卻是橫着放的，也就是說，那50發子彈的排列方向跟槍管的射擊方向剛好呈現一個呈90度的垂直死角。但是問題是，槍擊需要的是一顆跟槍管平行的子彈，而彈匣給出來的卻是一顆橫躺的子彈。那設計師是怎麼解決這個難題的？很簡單，讓子彈自己轉彎不就能解決了嗎？秘密就藏在這個透明彈匣的尾端。順帶一提， P90 的彈匣也是半透明塑膠做的，但艾芬公司用的是貨真價實的軍規級高強度聚合物，不會像印度那把英薩斯步槍一樣碎成一地玻璃渣。在這個透明彈匣的尾端出彈口隱藏着一個精妙的雙排單出螺旋導軌機構。當彈匣內部的彈簧把躺的子彈往後推，最尾端的那顆子彈就會被擠進特制的螺旋通道。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子彈會順着導軌的弧度，像是坐雲霄飛車一樣，在極短的時間內自動旋轉90度，同時向下掉落。就在這旋轉翻身的瞬間，原本橫躺的子彈就完美的與槍膛平行了。接着後方的槍機向前一推，順勢就把轉好方向的子彈送入槍膛，完成击發準備。這套設計把原本毫不相干的最大化存儲效率跟垂直供彈方向給縫合在了一起。但是在槍械設計中有一條鐵律，那就是越複雜的結構就越容易出問題。傳統的直插式彈匣只要彈簧往上推就行了，就這麼簡單都會偶爾卡彈。而 P90 不僅要推，還要讓子彈在極大的摩擦力下進行旋轉滑降。如果在旋轉的過程中稍有一點公差，或者彈藥的表面不夠順滑，子彈卡在那個螺旋通道裡，整把槍就會瞬間變成廢鐵。這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但偏偏艾芬公司不僅把它造出來了，而且還讓它達到了極高的可靠性標準。他們通過變態的精密模具加工以及特殊的自潤滑材料，硬是把這個容易卡彈的螺旋口做得如德芙般順滑。這也是為什麼別的國家很難仿冒 P90 的核心原因。畫得出圖紙，但是搞不定供彈口的及時公差。而這種瘋狂的設計換來的是什麼呢？是一個在不增加任何額外體積的情況下，擁有高達50發超彈容量的彈匣。為什麼非得要50發？因為這把槍本來就是給那些缺乏步兵戰鬥經驗的後勤人員或是駕駛員準備的。當遇到敵軍特種部隊伏擊，甚至是被壓制在車廂內的時候，這些非戰鬥人員根本沒有時間去冷靜的瞄準，更沒有機会去从容的更換彈匣。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扣住扳机，把子彈像水管噴水一樣瘋狂地潑灑出去，用極高的火力密度把敵人逼退。50發的大容量就是为了填补这致命的火力壓制时间。問題來了，50發的彈容量加上能夠擊穿重型防彈衣的高初速穿甲彈，而且還得在狹窄空間內用全自動模式瘋狂掃射。按照常理，這種火力的後坐力應該會大到讓射手根本抓不住槍，甚至一開火，槍口就會直接飄到天花板上去。但神奇的是，玩過 P90 的觀眾都知道，這把槍在連發的時候幾乎感覺不到什麼後坐力，這又是怎麼做到的？50發的大容量加上高初速的穿甲彈，而且還要在狹窄的空間裡用高達每分鐘900發射速的全自動模式瘋狂掃射。打過 P90 的對這把槍最深刻的評價出奇的一致，那就是2個字：極穩。甚至在連發掃射的時候，其實真正的科技並不全在槍身結構裡，而是在它激發的子彈上。要解開這個無後坐力的謎團，就必須提到 P90 的靈魂。艾芬公司當年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們不僅重新發明了槍，還順便重新發明了子彈。這就是輕兵器史上大名鼎鼎的 5.7×28 公里特種彈藥。後坐力的本質其實就是動量守恆。傳統的9公里手槍彈，彈頭又粗又重，大概有7到8克，打出去的時候給射手肩膀帶來的反作用力是非常明顯的。而艾芬公司研發了這款 5.7 公里彈藥，外表看起來就像是一顆被缩的微型步槍彈。它的彈頭極其輕巧，重量只有区區的2克左右，連9公里子彈的1/3都不到。既然彈頭這麼輕，根據物理學原理，哪怕它的初速高達每秒715公尺，它所產生的整體後退動量依然被大幅度的削減了。根據後來的實測數據， P90 射擊時的後坐力整整裝配9公里子彈的 MP5 冲锋槍小了1/3。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便是完全沒有受過射擊訓練的文職人員，只要把手放上 P90 的扳機，依然能夠在一個彈匣的瘋狂連發中把大部分子彈傾瀉在目標身上。但是又一個問題隨之而來，既然彈頭這麼輕，後坐力這麼小，那它憑什麼擊穿蘇聯傘兵厚重的鈦合金防彈衣呢？這就得歸功於它尖銳的彈頭形狀和超高的飛行速度了。它是利用極小的橫截面積和極高的動能，像一根鋒利的高速鋼針一樣刺透防彈纖維和金屬插板。在200公尺的距離內，標準規格的北約防彈背心在它面前就跟紙糊的沒兩樣，
除了這款魔法般的特種彈藥， P90 本身的機械結構也完美的補上了無後坐力的最後一塊拼圖。仔細看 P90 的內部剖面圖，它採用了直線後座設計，它的槍管、槍機組以及抵在肩膀上的槍托底板幾乎處在同一條水平直線上。傳統的步槍槍托通常會往下彎曲一點，這就導致開火時後推的力量和底肩的位置不在同一條線上，會產生一個向上的翻轉力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槍口上揚。但 P90 不同，由於它是絕對的直線設計，開火時那原本就已經很微弱的後坐力會順着槍管只毫無折損地向後傳遞到射手的肩膀上，再加上它那種看似怪異實則符合人體工學的拇指孔握把設計，讓射手的雙手能夠非常自然地將整把槍緊緊向後锁在身體上。同時，由於沉重的彈匣被平放在槍身正上方，整把槍的重心完美地落在了射手两手之间的正中心。低重量的彈药、绝对水平的后座路線、完美的重心配置，這三大要素結合在一起，造就了 P90 那極為反常識的設計體驗。當士兵在狹窄的走廊裡扣下扳機，傾瀉每分鐘900發的恐怖火力時，他感覺到的不是一匹正在瘋狂彈跳的野馬，而是一股穩定、持續向後的平推力。不需要極高的戰術素養，不需要強壯的手臂去壓槍，只要死死扣住扳機，剩下的這把槍會幫你搞定。但是從來就沒有完美的武器，這顆帶來極低後坐力和極高穿透力的 5.7 公里微型子彈，在成功穿透敵人的防彈衣後，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它真的能像傳統步槍彈那樣，瞬間讓敵人喪失戰鬥力嗎？ P90 發射的 5.7 公里特種彈藥，就像是一根超高速的鋼針，能夠輕易鑽透敵人的鈦合金防彈板。這聽起來非常完美，但在重點彈道學裡，穿透力跟制止力往往是天平两端互不相容的死對頭。什麼叫做制止力？簡單來說，就是在實戰中，當一槍打中敵人，他能不能在瞬間喪失反擊能力，直接倒地？傳統的9公里手槍彈雖然穿透力不佳，但它的彈頭又重又粗，當它打進人體軟組織時，會像一個大鐵錘一樣，迅速把動能釋放出來，造成嚴重的鈍器衝擊和巨大的永久性供血。如果是打中沒有穿防彈衣的目標，這種砸在身上的力量，制止力是非常可觀的。那 5.7 公里的這顆子彈呢？因為它的彈頭實在太輕，出速又太快，當它擊穿防彈衣或是直接打在沒有護甲的人體上時，如果不幸沒有碰到骨頭，這顆極度尖銳的小口徑飛彈很容易直接從目標的前胸穿進去，然後再從後背原封不動地飛出來，也就是所謂的過度穿透。這種貫穿傷在瞬間釋放的动能有限，如果對面的敵人正處於高度緊張的交火狀態，腎上腺素狂飆，當這顆 5.7 公里的子彈像打針一樣穿過他的非致命部位時，他可能在最初的幾秒內根本感覺不到劇痛。在這致命的幾秒鐘裡，這個身中數槍的敵人完全有能力舉起手裡的 AK-47， 把試圖突入的士兵給一起帶走。這就是 P90 當時在反恐中面臨的最大質疑，穿透力有餘，但制止力嚴重不足。甚至有刻薄的槍械評論家嘲笑他，說這把槍根本就是一把賣得特別貴的高級點2口徑獵兔槍。那麼它的單發制止力這麼差勁，那為什麼包括秘魯特種部隊、美國特勤局乃至全球各頂尖的特警 SWAT 小隊都對 P90 愛不釋手，甚至把它當成 CQB 的神器呢？因為特戰精英們的戰術邏輯跟普通士兵完全不同。對於特種部隊來說， CQB 室內突擊重要的是精準切割。當破門衝進一個狹窄的房間，裡面不僅有恐怖分子，還可能有驚慌失措的人質。如果你拿一把傳統的大口径步槍開火，巨大的後坐力容易導致槍口偏移，誤傷人質，而且穿透人體的子彈如果打在水泥牆上，還會發生致命的跳彈。這時候 P90 的優勢就被無限放大了。既然單發的制止力不夠，那就用數量來湊。对於前面提到的幾乎零後坐力，一名訓練有素的特戰隊員端着 P90， 完全可以在 0.5 秒內把3發到5發 5.7 公里子彈像雷射光束一樣精準無比的全部集中打在歹徒臉部的 T 字區，也就是眼睛到鼻子的致命中枢神經區或是心臟位置。而且特种兵在掃蕩完一個房間後，根本不需要浪費2秒鐘去換彈匣，可以直接轉身踹開下一扇門繼續壓制。既然 P90 在特戰領域表現得這麼神勇，又完美符合了個人防衛武器標準，那為什麼它直到今天都沒有大規模取代傳統的衝鋒槍，更沒有成為全球軍隊後勤人員的標準配置呢？ P90 誕生的時間點極為尷尬，它剛研發完成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冷戰結束了，龐大的蘇聯紅軍一夜之間解體，那些假想中會鋪天蓋地空降到北約後方的蘇聯精銳傘兵再也不會來了。沒有了迫在眉睫的威脅，北約各國的國防預算大幅縮減。這時候後勤部門看着 P90 的報價單就顯得格外心疼了，要讓全軍幾十萬的文職人員、駕駛員和炮兵都換上 P90，
首先，這把採用了大量航太级聚合物的精密加工的槍，造價極為昂貴。更致命的是，它使用的是獨家的 5.7 公里子彈。要知道，軍事後勤最忌諱的就是規格不統一。北約已經有了海量的9公里手槍彈和 5.56 公里步槍彈庫存，現在為了一個個人防衛的非一線需求，居然要整個後勤體系再去開闢一條全新的 5.7 公里彈藥生產線，專門建立全新的倉儲和運補系統。這在和平年代就是一場後勤災難。後來在北約的內部測試中，雖然 P90 的各項數據都名列前茅，但為了保衛自家軍工產業的利益，德國人率先踩住了剎車，推銷自家發射 4.6 公里子彈的 HK-MP7。兩國互相扯後腿的結果，就是北約高層把這個換裝計劃無限期擱置。最後，他沒有成為重塑轻兵器格局的王者，他就像是一個來自未來的刺客，被困在了一場永遠不会打響的冷戰假想裡。好了，關於 P90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 P90 是否是 CQB 第一神槍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